3年前爹进山打猎，回来的只有一些沾满血的衣服碎片。娘一病3年，终于在5天前丢下8岁的我走了。我成了无人可依的孤女。村里的泼皮说我爹早就将我卖给了他家，二叔二婶想把我卖给人牙子。我把身上唯一的1文钱给了人牙子，跪在他面前，婶，我不要钱，只求您将我卖个好人家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牛车上满满当当的挤了10个小孩，有被亲爹亲娘卖的，也有没爹没娘被亲戚卖的。我是唯一一个自己卖自己的。李秀才的儿子李文乐是个大孝子，一边照顾生病的爹，一边还跟着识字。在上个月成了孤儿后，被他大伯卖了，听说因为识字，还卖了5两银子的大价钱。此刻那李文乐窝在牛车的一角，眼神空洞，看样子是还没想明白亲大伯为什么要卖了他。牛车一阵颠簸，一个白面馒头从李文乐身上滚下来，旁边的李田生捡起便往自己嘴里塞。我一把拽住李田生，还给他。大家都是被卖的，没必要谁欺负谁。府城的文家是名门望族，家大业大，连下人住的地方都比我们里长家的房子好。学了几天规矩后，我被分到了大小姐的屋里做3等丫头，还改了名字叫腊梅。每天只需要负责将外围的庭院洒扫干净就可以。活不多，还吃得饱穿得暖，夜里还有暖和的棉被盖。我真的被卖了户好人家呢，我觉得自己做梦都在笑。大小姐长得极美，却常以冷艳示人，对我们这些新来的小丫头更是鲜少露出笑颜。但我不过是个不起眼的3等丫头，平日里只负责打扫庭院，远离主屋，倒也乐得自在。入文府的第2个月是老夫人50大寿，远嫁京城的大姑娘，如今的威仪伯爵夫人携公子小姐荣耀归宁。府内外装饰一新，灯火辉煌，宾客络绎不绝，欢声笑语交织成一片，尽显豪门盛景。大家都到前面帮忙去了，我被留下来看守院子。坐在院子里的石阶上，仰望蓝天白云，再听听从前院传来的悠扬乐声，我觉得如今的日子实在是很幸福。哐一声响，院门被人一脚踢开，吓得我一个机灵站起来。大小姐气势汹汹地进来，边走边骂，一群马屁精都围着那徐嫣然转，京城来的就那么了不起吗？气氛不对，我站在一旁大气不敢出。大小姐经过我身边时，突然停下脚步，目光在我身上停留片刻，随后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吴妈，你看这丫头卷卷的头发是不是有点像徐嫣然怀里抱着的那只卷毛狗？我的心猛地一紧，恐惧与不安瞬间涌上心头。你学个狗叫来听。我跪在地上，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。我一直当大小姐是仙女一样的存在，今天这仙女突然就从云端跌落了下来。大小姐抬起脚踢了踢我，哎，说你呢，本小姐叫你学狗叫。我跪在地上，咬紧牙关，声音虽小却坚定，回大小姐的话，人不能学狗叫。什么？哈，一个小丫头也来欺负我？我站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尘土，说道：大小姐，奴婢不敢欺负您，但我娘说过，人不能活得像个畜生，狗是畜生，所以奴婢不能学狗叫。大小姐闻言，脸色骤变，正欲发作，却被一阵清脆的笑声打断。只见一位与大小姐年龄相仿，怀抱一只白色卷毛小狗的姑娘走了进来，她便是京城来的表小姐徐嫣然。表姐，这个小丫头虽不起眼，却颇有些骨气，倒是让人刮目相看。表小姐微笑着说道：既然表姐喜欢小狗，那我便将我的这只雪儿赠予你，如何？大小姐的怒容瞬间转为惊喜。要知道这雪儿乃是从海上带回来的，即便是京城之中的王公贵族小姐，也不是轻易可得，在这府城里更是独一份。表小姐出门带的4个婢女中有一个得了风寒，柳妈便亲自出来寻一个合眼缘的。我卯时被人牙子从文府带走，辰时便被柳妈从人世中捞出。柳妈说我们有缘，而且如果小姐知道我被卖了，一定也会要把我带回去的。昨天的表小姐今天成了我的小姐。小姐见柳妈将我买了回去，果真是又惊又喜，嘴里骂着那文宛如不是东西，手上却递给我一只硕大的鸡腿安慰我。小姐说我喜欢笑，一笑还有2酒窝，给我起了新的名字叫四喜。1个月前，田妞成了腊梅，1个月后，
腊梅变成了四喜。这一天的遭遇对我来说简直是大起大落，我那8岁的小心脏差点承受不住。柳妈说等回到京城再教我做事，这几天在府城我只要陪着小姐嬉戏解闷即可。小姐只比我大2岁，但小姐会玩的都是我没见过的。小姐递给我精细的木质圆球，让我尝试着拆解开，我束手无策。小姐从我手里接过球，四喜把眼睛闭上，我数到3才能睁开。1、2、3，看吧。睁开眼，我惊呆了，刚才那个圆溜溜的木球变成眼前一堆棍棒。我咽了下口水，小心翼翼地说：小姐，奴婢也会变一个戏法。我拿出一根绳，在桌子底下勾翻一阵，然后郑重其事地拿到桌上来。小姐看我变得散，小姐呆愣地看着我，然后爆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，哈哈，这个翻花绳小姐我3岁就会了。我看看四周，秀心姐姐、云长姐姐、曲香姐姐都捂着嘴直乐。大家都乐了，我也乐吧，呵呵。几天后，我们出发前往京城。娘，您看到了吗？我要去京城了。京城啊，我的妈呀，那可是天子脚下呀。我想小姐的家肯定十分富有，因为即便是下人的马车，也是我见过的最大最漂亮的马车。小姐找我时，我便到小姐的马车上跟她一起玩，不找我时，我便跟柳妈一辆马车。柳妈会告诉我到了京城后要注意些什么。到了九江府，我们改乘船只，顺流而下。初上船时，小姐满眼新奇，四处张望，可是第2日醒来便开始晕船了，甚至云长姐姐她们几个多少也都有些不大舒服。只剩自小在江边长大的我，不仅不晕船，还会浮水呢，不禁暗自庆幸。几日过后，小姐终于有精神到甲板上来了。此刻江风轻拂，带着几分凉爽与清新，吹散了连日来的沉闷与不适。我到后厨帮着曲香姐姐将刚钓上来的2条大鱼做成葱香椒盐鱼想端上来，小姐胃口大开。小四喜，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有这手艺，本来还想到京城后把你做成四喜丸子送人呢，现在看来可以留下来了。我目瞪口呆，看到曲香姐姐掩嘴偷笑，才确定小姐是在逗我。船只再行的7日，便能抵达风景如画的扬州，届时我们将于扬州码头登岸，想必马车已早早候在那里了。夜幕低垂，一轮皎洁的圆月悬挂天际，洒下银辉万缕。小姐雅兴大发，要求4位姐姐各送一首与月相关的古诗，以添月色之美。云长姐姐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秀心姐姐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3人。曲香姐姐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戏珠姐姐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你们……小姐把手里的花生一丢，生气地站起来。4年了，你们怎么还是这几句？4个姐姐低头不语。四喜，你会古诗吗？小姐，奴婢虽没念过书，但也是会背古诗的。在小姐和4个姐姐期盼的眼神下，我缓缓背出我仅会的一句古诗：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是夜，夜凉如水，我刚刚入睡，便被一阵急促的划桨声惊醒。我猛地冲出船舱，望向船尾，只见4艘小船如同鬼魅般迅速逼近我们的客船。在村里时就听说长江上有一群臭名昭著的水鬼，专以劫持过往商船为生，村中2狗子的爹便是在多年前遭此厄运。心中一凛，我立刻转身跑回船舱，急促地唤醒柳妈。护卫们闻讯而动，迅速集结于1楼甲板，准备迎战。女眷们在惊恐中纷纷向船的上层避难。我守在楼梯口，看到小姐在云长等几位贴身丫鬟的簇拥下，脸色苍白，脚步踉跄地向上奔逃。我低声呼唤，小姐猛地停步，愣了一下，带着云长姐姐向我靠近，其余人则继续向上。伯爵府的护卫显然对水鬼的战术毫无准备，火光中，水鬼们手持利刃与火把，势如破竹般逼近2楼。我迅速拉着小姐和云长躲进楼梯下方的阴影中，屏息以待，生怕发出一丝声响而引来灾祸。仔细分辨，水鬼们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了3楼，一层甲板上只余下几抹微弱的火把光影摇曳。但水鬼们是绝不会放过客船的每一个角落。我轻轻拉起小姐的手，示意云长姐姐紧跟其后，
我们3人悄无声息地来到一层。幸运的是，在一层甲板上竟然有2块木板，小姐和云长姐姐都不会浮水，只能让他们抱紧木板。想想不放心，我又用旁边的绳子将自己和小姐绑在一起。在确认并未引起水鬼注意的情况下，我们3人小心翼翼地滑入江中。在夜色的掩护下，我们逐渐远离了客船。凭借着白日里对附近水域的模糊记忆，我奋力向岸边游去。夜里江水湍急，每一步都显得异常艰难，但求生的本能驱使着我们不断向前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体力逐渐透支，我不得不放弃划水，和小姐一起紧紧抱住木板，任由江水带着我们随波逐流。终于，当第一缕曙光穿透云层时，我们疲惫不堪地抵达了岸边。来不及喘气，我们回头看向江里，哪里还有我们乘坐的那艘客船的影子？云长姐姐也不知被冲到哪里去了。一时间，我和小姐相对无言，抱头痛哭起来。哭累了才想起，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赶紧去报官。离江边不远就有一处村庄，我和小姐穿着湿衣裳，饿着肚子去求救。你们是从京城来的呀？哎呀呀，难怪长得这么好看呀！村里的大娘看看我，又看看小姐，然后热情地拉起小姐的手。来来来，到大娘家来换身干净衣裳，再吃口热的暖和肚子，晚一点就带你们去报官。谢谢大娘。我露出人畜无害的乖乖笑容，但大娘黄黄的大龅牙让我想起我的二叔二婶，满脸笑容，口露黄牙，嘴里说着为我好，实际就是想卖了我换钱。大娘给我们端来热粥，还让我们到屋里休息，然后就去村里找人来带我们去报官。我听见大门落锁的声音，我和小姐对视了一眼，默契地达成了共识。我们将晾在院子里的2套男子衣裳换下，将身上穿的留下，递给大娘。走到门口，我想了想，我们的衣服应该更值钱，便又将灶里的几个馒头和火折子揣走了。我拉着小姐从狗洞爬出，刚绕到屋后，就听到大娘带了几个人过来，嘴里说着。那京城来的小姐长得是细皮嫩肉的，身上穿的衣裳跟天丝织就的一样。小姐吓得一哆嗦，我来不及多想，抓紧小姐的手就一字跑。这世道坏人太多，以前就听娘说过还有吃小孩的。可是我听爹爹说，这几年各地收成都不错，百姓日子也没有那么苦了。一子而食的情况已经不常有了。小姐的见识就是比我多，但我差点被村里的泼皮抢走，被二叔二婶卖掉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我们不敢再随便求救，决定自己去官府报官。出了村子后，我们不敢再靠近大路，只能沿着河流往上走。2天后，细皮嫩肉的京城大小姐变成了满脸污泥、头发凌乱的小子。我和小姐成了父母双亡，进城来寻亲的兄弟俩。路上遇到进山砍柴的爷爷，他告诉我们最近的县城是宁远县，沿着河再走2天就能到。那几个馒头成了我们这2天主要的干粮，所幸一路河流不断，我们并不缺水喝。还有随处可摘的野果，河里的鱼虾，这样竟然也勉强能果腹。最让我佩服的是小姐，除了刚上岸那会儿哭过，之后再没掉过一滴眼泪。饿了，树上摘下的水果在身上蹭2下就直接啃起来。渴了，蹲在河边弯下腰，双手捧起河水就喝。累了，随意寻一处路边，背靠大树就能睡。只是夜里睡着的时候，小姐总会不由自主的惊醒，然后就很难再入睡。睡不着了，她就跟我说她小时候爬墙出去玩，被夫人打手心，将公子的零食拿去喂他的小狗雪儿，公子将雪儿抢过去当马骑。还讲去年从书院溜出去玩，二皇子替他背锅。说着说着，声音渐渐低沉，直至把头深深地埋进臂弯。蚱蜢蚱蜢，我随手拔下几根草编了一只草编的蚱蜢递过去，小姐抬起头，红着双眼接过来。蚱蜢是这样叫？蚱蜢蚱蜢，小姐的声音嘶哑。奴婢没听过蚱蜢叫。傻四喜，谢谢你。小姐把我拼命挠头发的手拿下来握住。沿着小河又走了1天，周围的景致悄然变化。原本稀疏散落的树木逐渐被一片片错落有致的房屋所取代，田地里有村民在忙碌，房屋上空有袅袅升起的炊烟。乡间小路上，一个孩童牵着他的小黄狗在奔跑，同时不忘回头调侃站在地头的一位老者，
村长爷爷，你的胡子上咋还粘着米糊呢？你个狗闲的二蛋，还不去地里帮你娘干活？村长爷爷捡起一个土块朝那二蛋丢去。不知道村长爷爷是怎么相信2个蓬头垢面的脏小孩是来自京城伯爵府，反正他是相信了，还用马车亲自把我们送到了县衙。这时距离遇到水鬼已经是第5天，都5天了，不知夫人他们怎么样了？我们会不会耽误了太长时间？越想越急。前面几天都没哭的小姐和我2个人，这时坐在马车上再也控制不住，从抽泣到抱头痛哭。面对2个越哭越崩溃的女娃娃，村长爷爷急得束手无策。县衙到了，县衙到了，别哭了，小祖宗。进了县衙，我们呆住了。正和县太爷说话的那个，不正是我们夫人吗？公子、柳妈、秀心姐姐、曲香姐姐、细珠姐姐，还有伯爵府里其他下人，甚至云长姐姐都在，独缺小姐和我。是呀，独缺了小姐和我。江边村庄里那个大娘和村里人在寻找我们时，就下了晕倒在沙滩上的云长姐姐，然后带着云长姐姐到县衙来报了案。第3日，夫人他们就全部安全回来了，那伙正在等着100万赎金的水鬼被一窝端。我以为夫人会赶我走，毕竟如果不是我害怕那个大娘，小姐就不用吃那些苦，也许夫人他们还能更早被救出来。然而夫人非但没有责备我，还表扬了我，让我以后好好照顾小姐。夫人说我用木板带着小姐跳江，这是胆大心细。虽然村里大娘并不是坏人，但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，不轻易相信别人也是对的，这是有警惕心。和小姐扮成男装，身无分文的情况下，带着小姐在野外生存了5天5夜，这需要生存的智慧。总之一句话，我这次做得不错。回京城后再行奖励。小山村出来的4喜，这次真的来到了京城。京城可真大啊，我全然忘了规矩，看着车外的热闹景象，2只眼睛都不够看。进了威义伯爵府，我更是惊讶得合不拢嘴。曾经以为文家已是气派非凡，如今方知什么叫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刚到的那几天，我可是闹了不少笑话，还好小姐并不责怪我不懂规矩，也不嫌弃我没见过世面，反而时常被我逗得开怀大笑。柳妈问我想不想一直待在小姐的身边，当然，这还用说吗？我点头如捣蒜。柳妈说要留下，那就得好好学规矩，还得学技能。小姐身边的丫头个个身怀绝技，原来云长姐姐是制衣的巧匠，秀心姐姐的编发与刺绣在整个京城贵女圈中也是拿得出手的。曲香姐姐的美食与果酒让人口齿留香，念念不忘。而细珠姐姐的算账之能，连府中的老管家都自愧不如。而且这几个姐姐个个细致有耐心，行事大方得体，我听得啧舌。怪不得会有那样一句话叫宁娶大家奴，不娶小家秀。柳妈摸着我的头，语重心长地说，小姐身边可不养闲人，什么都不会有可能被送出府去的，那时候柳妈可不会再来捞你了。我吓得瞪大眼睛，缩着脑袋不敢说话，还是赶紧找活干吧。这个时候我也不敢告诉柳妈，小姐说我和她有了生死相托的交情，以后我便是她一结金兰的妹妹，在京城只要报她的名字，便没人敢欺负我。在京城贵女圈中，小姐成了女侠般的存在。我抱着块木板就往江里跳，怕？有什么好怕？我不跳江如何救母鱼危难？那小溪流里的鱼见了我也不躲，大概是被本小姐的花容月貌所迷倒，我一抓一条。沉鱼落雁应该就是这么来的吧，古人诚不欺我也。野外过夜你们都没体验过吧？你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画面，月光如水，溪流潺潺，蟋蟀、青蛙的叫声此起彼伏，还有山风吹过带来的凉意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终于我也能做到熨衣无痕，刺绣精美，堪比绣房高手，更在识字与管理账目上展现出非凡才能。5年时光匆匆而过，我终是以一等丫鬟的身份，稳稳地站在了京城威义伯爵府嫡出大小姐的身边。京城近日春意盎然，却更添了几分躁动。名门闺秀们的心，随着那二皇子的归来而蠢蠢欲动。5年前，二皇子的生母淑妃娘娘仙逝，紧接着西夏边境狼烟四起，二皇子追随其外祖护国将军，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征途。如今5年过去，19岁的二皇子携一身战功归来。
听说夫人与那过世的淑妃娘娘乃是情同姐妹的闺中密友，早年间常进宫探望，小姐与那二皇子也算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。那夜月光如水，我服侍完小姐就寝后，独自坐在院中那架古老的秋千上纳凉。不咕不咕，我愣了一下，立马跳下秋千，轻轻往墙边走过去。当年娘生病时，8岁的我已能熟练地捕捉布谷鸟，而来伯爵府多年，还是第一次听见如此清脆悦耳的布谷鸟叫声。然而一番搜寻后，我并未寻得那布谷鸟的踪迹，只在小池塘边意外发现了2只带着稚气小尾巴的青蛙，它们似乎也在享受着宁静的夜晚。翌日阳光正好，整个伯爵府洋溢着温暖的气息。前1日才被封为睿亲王的二皇子，此刻正在前厅与小姐叙旧。2人多年未见，言谈间满是往昔的回忆与重逢的喜悦。我借送茶之机，悄悄打量了这位从沙场归来的亲王。与京城中那些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不同，睿亲王身姿挺拔，高大魁梧，古铜色的肌肤透露出历经风霜的坚韧与力量，令人不由自主地心生敬意。看着睿亲王与小姐并肩而坐，谈笑风生的模样，2人无论是从外貌还是气质上，都显得如此般配，仿佛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。四喜，你一直在笑什么？小姐满脸娇嗔地看着我。奴婢这是替小姐高兴呢，看到小姐与睿亲王重逢，奴婢心里头也跟着乐呵。我边说边将茶盏端放于2人面前。这个丫头就是带着你跳江的那个四喜吗？我大窘，那段经历已经多年没有人提起了。你附耳过来，跟你说个事。睿亲王冲小姐招招手，小姐身子靠前，紧接着笑得前俯后仰，用手指隔空点着睿亲王。四喜怎么就没真的把你抓了吃掉？你吓到四喜了，得买点好吃的当赔罪。那就买一份醉香楼的四喜丸子。睿亲王眼里满是宠溺地看着小姐，拿我来逗小姐开心。好吧，他是主我是奴，只要小姐开心了，就由他说吧。我扶了扶身，用一等丫头的微笑得体地退出前厅，在门外候着。一起在门外候着的还有睿亲王的亲信随从。我偷偷看了一眼这个随从，个子倒是挺高的，就是精瘦精瘦的，确切地说是黑瘦黑瘦的。但其实仔细看来，他眼神中透着一股子坚韧不拔的劲儿，还挺好看的。甜妞，我吓一跳，我原名是甜妞，这是在叫我吗？我四处张望，那随从上扬的嘴角正努力憋着笑，那双黝黑乌亮的眼睛似曾相识。但你当年帮我抢回馒头，在此谢过。一个画面闪过，我脱口而出，你是李秀才的儿子李文乐。老天，俗话说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，我5年的修为差点没控制住。真没想到在京城还能遇到经同一个人牙子，乘同一架牛车出来的老乡。李文乐现在是睿亲王的亲信文乐。当初在府城时，他被武举人买了去做书童，但那武举人竟然是个娈童怪。在文乐被带到他家时，前一个男孩躺在床上只剩最后一口气。当天晚上，文乐就伺机逃了出来，那个在牛车上帮他要回来的馒头足足吃了3天。他身无分文，只能一路乞讨，走到哪算啊？倒在路边奄奄一息的时候，遇到了正往前线送粮草的大军，就这样被带到了前线。初时负责记录粮草数量，2个月后就跟在了王爷身边做书记员，后面慢慢的也能上阵杀敌了。时至今日，已是王爷的左膀右臂。当年瘦骨嶙峋、眼神空洞的小小少年，如今也长成了文能提笔、武能杀敌的勇士。自那日后，睿亲王经常借口与伯爵谈事情往府里跑，但是来多了难免有人讲闲话，于是就在天黑以后化成布谷鸟来寻小姐。每次来必不空手，吃的玩的都有，有小姐的一份就有我的一份。文乐也经常给我带礼物，但他的礼物都是自己动手做的，有时候是一只草编的蚂蚱或蜻蜓，有时候又是一只木头雕的小猪、小羊。这样一算，我比小姐得到的还多，不合规矩。从此，小姐收王爷的礼物，我收文乐的礼物。年底，小姐和睿亲王成了亲，变成了睿亲王妃。我们5个一等丫头里，除云长姐姐嫁人外，都跟着一起陪嫁过来了。王妃婚后的日子过得恩爱甜蜜，但在2个月后，
皇上赐了2个侧妃给王爷，都是朝中大臣家的千金。王妃说，即便她跟王爷有青梅竹马的情谊，但也从未奢望过王爷只娶她一个，只要自己在王爷心里始终有一席之地就行。王妃跟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看起来很平淡，但我们都知道，在王爷不来的那几个晚上，王妃总是翻来覆去难以入睡。我问文乐，他向往的生活是怎样的？夫耕于前，妻厨于后，儿女绕膝，还有四海升平，永无烽烟，百姓皆得饱食。文乐的话如同注入沙漠的一股清泉，让我心潮澎湃，继而热泪盈眶。我第一次意识到，作为一个婢女，在面对满天繁星时，也可以有自己的遐想与期待。那天晚上，我和文乐在屋顶上看了很久很久的星星。京城的7月，烈日如火，炙烤着大地，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压抑与不安。当今皇上膝下育有2子，大皇子裕亲王乃东宫皇后娘娘所生，二皇子吉瑞亲王出自温婉的淑妃娘娘。遗憾的是，淑妃娘娘6年前因病仙逝，留下诸多遗憾。自古以来，储君之选便是国之大事，早年间朝中已不乏关于立储的议论之声。此次瑞亲王携赫赫战功荣耀归来，朝堂之上关于储君人选的讨论再次热烈起来，成为朝野瞩目的焦点。裕亲王乃皇后嫡出，且为皇上长子，其身份尊贵无比，按礼法而言，册立为太子实乃名正言顺，合乎典章制度。然而皇后娘娘出身显赫，乃权倾一时的李太师之女。李太师多年以来在朝中影响力甚巨，时有逾越之举，乃至屡次与皇上意见相左，并当面顶撞，引得龙颜不悦。加之皇后娘娘性格刚强，在皇上面前亦不轻易妥协，这间接导致了皇上对裕亲王亦有所疏远。淑妃娘娘生前温婉贤淑，深得皇上的喜爱，瑞亲王自幼便承蒙皇上的亲自教诲，德才兼备，文武双全，深得朝中臣子的喜爱，却也成为太师一党的眼中钉。当年一向身体康健的淑妃娘娘突然恶疾去世，皇上痛心至极，罢朝3日。民间多有传闻，淑妃娘娘的去世乃是皇后与太师的手笔，虽无确凿证据，却足以让人心生疑虑。近日，王妃频频叹气，皆因朝中局势如同风起云涌，暗流涌动。王爷归家的次数愈发稀少，总是来去匆匆。我去问文乐，文乐只叫我近期要特别注意府中尤其是王妃的安全，遇事要灵活应变，还教了我2招简单实用的防身招式。这日申时过后，王爷派小六子匆匆回府传信，今日将在宫里用饭。然而酉时3刻已过，宫门早已按例关闭，王爷却迟迟未归。派出打探消息的下人们一个个无功而返，伯爵府那边也没有半点王爷的消息。直觉告诉我们，可能出事了。王妃急得坐立难安，却强自镇定，不让惊动府中下人，让大家一切如常。时间如细沙穿过指尖，转眼间已是子夜时分，王府被禁军悄无声息地包围了，进不来也出不去，连后院的狗洞外都有人看守。待到3更时分，门房跌跌撞撞地跑来通报，皇后娘娘派人来请王妃进宫。3更时分，非皇上特准，谁也无法出入宫中。一夜未睡的王妃深吸一口气，整理了一下衣襟，红着眼眶却异常坚定地看了大家一眼，毅然决然地朝外走去。派来的人手持凤玉，确实是皇后身边的宫女，准了我一人随行伺候。马车在寂静的街道中疾驰，车轮滚动声与马蹄声在此时显得尤为突兀。那个宫女坐在车厢外头，看起来颇为焦躁不安。前往皇宫应沿马行街直行至东华门，但马车却明显偏离了路线，毫不意外地朝城外驶去。我暗自观察马车行驶的方向，心中盘算着逃脱的可能性。当马车缓缓驶上朱家桥时，我知道机会来了。我举起手掌，按照文乐教我的方法，朝宫女的后颈使劲劈了下去。宫女应声倒下，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，连车夫都未及反应。我拉着王妃，趁着马车上坡速度减缓之际，果断跳下车来，再顺势一滚，避开了车夫的视线。随后，我们手拉着手，毫不犹豫地跳入了冰冷的护城河中。待天亮后，王爷率人在桥底下寻得我们时，我知道一切都过去了。
这一夜，宫里血流成河。见皇上久不立太子，且二皇子的呼声日益高涨，皇后心急如焚。为此，竟不惜铤而走险，精心布局了一场大戏，栽赃二皇子图谋不轨。而大皇子则扮演护驾心切的角色，在混乱中不慎失手刺死二皇子。然而世事如棋，局中更有局。大皇子所调动的那些禁军，实则是皇上亲自掌控的精锐力量，岂会轻易为大皇子所用？大皇子不仅未能如愿以偿，反而因私自调动禁军，企图行刺睿亲王之举，彻底暴露了自己的野心与无能，无异于自掘坟墓。与此同时，李太师与大皇子暗中勾结的丑闻也被彻底揭露，两人结党营私，贪赃枉法，中饱私囊。更甚者，从李太师家中还搜出了伪造的圣旨，铁证如山，昭示了太师一党意图颠覆朝纲、篡夺皇位的野心。3日后，李太师被依法问斩，株连9族，而大皇子则从云端跌落尘埃，被剥夺了王位，贬为庶民，终身不得再踏入皇城半步，昔日荣耀尽成过眼云烟。此外，6年前皇后谋害淑妃娘娘的旧案也被重新翻出，证据确凿，无可抵赖。皇后因此被降为才人，打入冷宫，余生将在孤寂与悔恨中度过。睿亲王被立为太子，王妃成了太子妃，3月后将举行册封大典。文乐保护太子有功，我保护太子妃有功。太子问我们想要什么嘉奖，文乐悄悄转头看向我，我给予他肯定的眼神。文乐自幼孤苦，双亲早逝，被卖路上曾得一姑娘出手相助，那份侠义之心，我铭记至今。彼时以为此恩无以为报，不成想竟能再得相遇。这位姑娘就是四喜。四喜性情温婉，心地纯良，胆大心细。如果四喜不嫌弃文乐粗鄙愚笨，文乐想与四喜姑娘共组家庭，绵延血脉，相守白头。3年后，江西路浔阳郡浔阳县桃源村正午，我挺着5个月的孕肚来到田间，冲着绿油油的稻田大喊：相公，回家用饭啦！话音刚落，10多位村民纷纷从稻穗间探出头来，脸上洋溢着淳朴的笑容。老爷，夫人又来叫你回家用饭啦！其中一人打趣道，引来一阵爽朗的笑声。相公文乐满身泥泞，却难掩英气。他笑着向我跑来，接过我手里的水壶，咕咚咕咚几口把一水壶的水喝完了。随后他又接过我手上的伞，边走边兴奋地跟我分享着，今年的水稻虽然提前了1个月播种，但雨水充沛，阳光充足，预计收成至少能比去年多出2成。待这季水稻丰收后，我们即刻着手第2季的播种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今年的总产量定能突破往年的记录，至少7、8成的增长是板上钉钉的。这还是保守估计。阳光下，文乐的脸庞被晒得油光发亮，汗水沿着他坚毅的下巴滑落，滴落在脚下的泥土中。我轻轻为他擦去额头上的汗珠。看来桃源村今年要大丰收了。文乐的眼神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，若能成功实现2季水稻的种植模式，将极大的缓解咱老百姓的粮食问题。届时皇上将在南方广泛推广，现在就看我这边的成果了。这实在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大好事啊！谁能想象这位曾在边疆英勇杀敌的副将，如今却甘愿俯身田间，只为那满仓的粮食和百姓的温饱。方才京城又送信来了，皇后娘娘又怀孕了，3年抱俩是吧？咱们争取4年抱仨。我伸手捶他。文乐拉着我的手，我们并肩走在回家的田间小路上，远远的就能看见村里的炊烟袅袅升起，孩子们在村头嬉戏打闹，老人们在树荫下乘凉聊天，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象。稻香四溢，微风拂面，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而美好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